拜登派出了2名心腹大将，想妄图收复中东失地，可沙特想要的只有中国能给他。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中恒 Talk。 在中国成功调解了沙伊矛盾后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是越来越大，这一切都让美国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不甘于退出中东的美国回过精神了，想要重新布局中东，与中国再掰手腕，于是计划派出2员大将沙利文和布林肯访问沙特。对此，美国彭博社认为拜登政府计划派这2个人访问沙特是一个新的迹象，是在向外界表明美国决心要与沙特缓解紧张关系，让此前的不愉快就此翻篇。而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个深层次的目的，让沙利文与布林肯试图进行挑拨与破坏，打乱中国在中东的布局。坦白的讲，中东地区的利益确实巨大，美国在中东耕耘多年，很难轻易放弃，所以才会派出2名大将。值得注意的是这并不是美国政府第一次派出人员。不久之前，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伯恩斯也曾被媒体爆料秘密访问了沙特。根据媒体报道伯恩斯当时向沙特转达了美方的态度，表明美方对沙特在中国调解下与伊朗以及叙利亚和解一事感到措手不及与失望。先是派遣中央情报局局长打头阵，之后国务卿跟上。拜登政府为了缓解与沙特的关系，可谓是煞费苦心然而美国是否能够破坏中沙关系呢？中国以沙特为基点在中东的布局是否会被美国打乱呢？对于这2个问题，我希望大家可以思考一下，然后在评论区留下答案和建议。而我个人认为美国不会得逞的，因为沙特想要的只有我们中国能给他。美国与沙特之所以成为盟友是基于一纸石油协议。布雷顿森林体系崩盘后美国急需一个新的锚定物来稳定美元的金融秩序，所以找上了石油大户沙特，建立了石油美元结算体系。作为回报呢，美国则大量进口沙特的石油，并且给予沙特安全保护。美国和沙特双方达成协议后美国把这一套协议延伸到了其他的海湾国家，自此美元在中东的影响力则日益高涨。可问题是，随着美国现在页岩油开采技术的发展，美国摇身一变，自己也成了世界主要的产油国。美国对沙特石油的需求已经跌至40年以来的最低水平。美沙2国在石油市场上从供需关系变成了竞争关系，双方的合作不再是共赢，而是美国赢，沙特是越来越亏。这让沙特政府怎么能够忍受呢？忍受不了了怎么办？所以沙特才找上了。虽然中国很重视清洁能源的开发，但未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都将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进口国，而沙特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出口国，2国之间有着天然的供需关系，所以沙特政府选择敞开国门，加强与中国的战略合作，自然那就是顺理成章了。综上所述中国与沙特加深合作是大势所趋。美国想要破坏中沙关系，首先他要做的就是要推翻美国他自己的战略，比如停止页岩油的开发，把部分利润让给沙特，或者重回石油工业怀抱。可惜的是这2件事没有一件是拜登能做的，他也不可能做得到。所以现阶段美国想破坏中沙关系，破坏中国在中东的布局，恐怕他很难得逞。好，各位网友，今天的话题就聊到这儿，欢迎各位留言评论，我们下期再见。